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巨大的古老石门彻底开启，在一股来自远古般的波动暴涌下，整片岩浆海域炸起惊涛骇浪，大地开始颤抖，裂开无数道数以千丈庞大的深渊。净莲妖火覆盖住萧炎全身，他竭力抗拒着那股威压。在古老石门方圆100里内，几乎只有双方的顶尖强者悬浮着，其余的人全都被强行震开。巨门之中突然凝聚出一方透明般的通道，通道成型后，古元和魂天帝等人瞬间冲了进去。石门后的空间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，在这片不知边际的茫茫空间中，漂浮着一块陆地，一道道身影自空间通道中掠出，最后尽数落在了这片陆地上。萧炎一落地，目光就急忙四处扫动，但在他地境灵魂的加持下，他都无法探测到1000丈范围。虚无吞炎看了古元等人一眼，他直接率先带着魂族的人朝着远处飞去。见到这一幕，古元一惊，在这里就算是他也受到了一些压制，根本无法探测出地品除丹所在。没想到虚无吞炎居然像是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一般。竹坤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若是虚无吞炎的话，他知道位置倒也不为怪。竹坤也不多解释什么，而是让大家跟上他们。两拨人马在辽阔无尽的天空上飞了将近数十分钟。虚无吞炎等人减缓速度时，古元他们也追了上来。他们面前的平原上出现了一个古老的石殿，石殿之前有着一片巨大无比的广场，广场两侧耸立着一根根足有数千丈庞大的擎天之柱，一股古老磅礴的气势扑面而来。萧炎等人小心翼翼地落在这片广场上，他们两方人马各自占据着左右两侧，谨慎地沿着广场而行。这片广场的面积极为辽阔，难以望见尽头。行走间，萧炎的脚步突然一顿，他偏过头看向前方不远处的一根石柱顶端，那里有着一团深黄色的火焰正升腾着。萧炎一眼认出这是异火榜上排名第23的玄黄岩，但很快他的眉头一皱，这上面的确是玄黄岩不假，但却极为弱小，就仿佛原本异火中的力量都尽数流逝了一般。萧炎疑惑间，小一闪现在他的肩膀处。小一望着这一片安静的广场，眼中涌现一些茫然，这里好熟悉。萧炎的脚步猛地停滞，他偏过头惊骇地望着小一，这里可是古地洞府，他怎么会对这里感到熟悉？面对萧炎的疑问，小一茫然地说自己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以前好像来过这里一样。小一的回答让萧炎的脸色变幻不定，他的第一念头就是荒谬。要知道驼舍古地府乃是第一次被打开，但因为心神相连的缘故，萧炎也知道小一绝不可能对他撒谎。其他人也发现了石柱上的异火，但因为玄黄岩排名太过靠后，因此也没人注意。就在他们继续前行了不到100丈距离时，又一个擎天石柱出现。这个石柱上升腾的火焰乃是异火榜排名第22的万寿灵火。萧炎目光闪动，他望向前方，突然加快了自己的步伐。石柱继续出现，上面也同样升腾着一种不同的异火，只不过这些异火都没有太大的力量，看上去就如同是摆设一般。但精通异火的萧炎知道，这些异火并非虚设，而是真正的异火。越往前，似乎异火排名便越高。萧炎偏头看了一眼肩膀上的小一，而后目光转向不远处的虚无吞炎。此时的虚无吞炎情绪波动不小，他的眼中也有着类似小一般的茫然。萧炎催促身旁的人快点走，而后再次加快脚步。一根根擎天石柱出现，萧炎也在这些石柱上看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千年地心火，以及陨落心炎、海心焰、古灵冷火等等。当排名第6的八荒破灭炎出现时，古元忍不住感叹，没想到驼舍古地居然如此喜欢收藏异火，就是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拥有着那传说中异火榜前3的异火。严禁点点头，他看向萧炎肩膀上的小一和不远处的虚无吞炎。异火虽然罕见，但却并非仅此一家，不过这指的是排名前3后的异火。一般来说，只要净莲妖火和虚无吞炎存在于世间，那么就不会再诞生出第2朵。现在这2种异火，一个在萧炎手中，一个化为人形帮助魂族，也不知道驼舍古地这里还有没有第2朵。当排名第4的金地焚天炎出现后，又有2根尤为巨大的擎天石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。所有人都看向石柱顶部，
但这一次上面却空空如也，并没有异火升腾。这说明驼舍古地的收藏中并没有虚无吞炎和净莲妖火。古人有些感慨，看来那传说中异火榜排名第一的异火，就算是驼舍古地也无法得到。萧炎并没有插话，他看向那2根空荡荡的石柱，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念头从他心中升起，并不是驼舍古地没有收藏净莲妖火和虚无吞炎，而是他们2个从这里逃掉了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他的目光扫过后方那些石柱，有些惋惜，这些异火的力量尽数流逝，否则他要是将它们全都炼化吞噬的话，实力绝对会达到一个相当恐怖的层次。小一坐在萧炎的肩膀上，看向石柱，他的小脸上似茫然，似痛苦，似恐惧。萧炎轻轻拍了拍小一的小脑袋，他现在已经能够确定，小一和虚无吞炎应该是从这里逃出去的，只是他们在逃脱时出现了变故，导致他们的记忆模糊，出现了断层。魂天帝将目光从石柱上收回，问一旁的虚无吞炎：地品除丹何在？虚无吞炎嘴巴一张，一股暴涌的吸力将雾气尽数吞噬。随着雾气散去，巨大的阴影突然将广场笼罩。只见一座足有万丈之高的石像突兀地出现在他们视线中，石像的模样乃是这座洞府的主人驼舍古地。石像仅仅是矗立在那里，都散发着一种驾临天地般的至强气息。萧炎等人顿时如遭泰山压顶般，其他实力不济者更是直接双膝跪地。石像的周围飞舞着众多绚丽的光团，萧炎眼睛一眯，而后心头微震。那些光团都是一些古老的天阶高级的功法或者斗技。天阶功法和斗技，即便是在古族和魂族中都颇为稀少，但在这里却犹如菜市场的白菜一般。不过相比之下，这些东西的诱惑力对古猿他们来说并不强。他们的目光将这片空间扫视了一遍，却没能见到地品除丹。就在众人皱眉时，一道淡淡的苍老声音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：这片空间好久都没有如此热闹了。石像肩膀处，一道苍老的身影负手而立，他目光平淡地注视着下方众人，如同注视蝼蚁一般。当众人的目光扫向那名身着朴素袍服的老者时，全都一惊。这名老者居然和驼舍古地一模一样，尤其是那独特的绚丽长发，根本无人能够炮制。从这名老者的身上，魂天帝感受到了一种属于驼舍古地让他心悸的气息。他脸色难看地问虚无吞炎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虚无吞炎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名老人，他并不是驼舍古地，而是那枚地品除丹。魂天帝和古猿一怔，而后两人的双眼中迸射出奇异的光泽，锁定住那名老者。石像上的老者一愣，怒喝虚无吞炎：他究竟在干什么？当年如果不是他帮助虚无吞炎和净莲妖火撕裂束缚，他们根本就逃不掉。当初他们俩可是答应了他，要将他也从这里救出去的。虚无吞炎的脸色变幻，他思索了好半晌，依旧未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这一段。他淡淡的说着自己完全不记得，而后虚无吞炎诡异一笑：这一次他倒的确是来救他的，只要地品除丹乖乖跟他走就好。地品除丹盯着虚无吞炎好半晌后，目光转向净莲妖火，问他可还记得当年的约定。小一一愣，他抓着萧炎的肩膀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没见过他。地品除丹的脸色阴晴不定，片刻后他咬牙切齿地看向一旁的石像：这就是你的手段吗？虚无吞炎笑着让地品除丹跟他们走。地品除丹不傻，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想要的是他本身。见他不肯乖乖受死，虚无吞炎大喊着动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多多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